这是一部几乎零差评的神作，一度评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喜欢86的和没看过86的。它就是86不存在的战区，这是个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的世界。圣马格诺利亚共和国为了应对邻国无人机侵略，成功研发出了同类型无人机武器抵抗，国民们继续在85个行政区里安居乐业。然而事实上，在那之外还有一个不存在的86区，所以无人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他们可以岁月静好的原因是86区的人们在为他们负重前行，军部和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但都默契地将活生生的人命当成真正的无人机。唯独这位新上任的少佐雷娜还难得的保留人性。一大早，雷娜来军部上班，看到的是一群东倒西歪的酒囊饭袋，把拼死守护他们的英雄当乐子嘲讽。雷娜气得想上前教训那些废物，却被好闺蜜阿涅塔拦下，跟这种人说也没有用的。当然，阿涅塔同样不理解雷娜为什么那么尽心尽力，反正战争早晚都会结束的。刚说完，雷娜就接到了呼唤任务，她立刻前往司令室，坐到自己的专属座位上。作为防卫战队的管制指挥官，当敌人的无人机来袭时，他需要指挥那些有人的无人机进行战斗，告诉他们敌人的具体位置和数量。连接之后，雷娜热情地对面的战士打招呼，对面却毫不领情，只觉得雷娜是虚情假意。之后，东部战线第1战区的先锋队因为前任指挥官即将退役，雷娜的叔父，也就是军部的准将，希望将他接手这支精锐部队。毕竟是最年轻的少佐，想必这的父亲也会为他骄傲的。其实准将一直在头疼这支部队，因为战队的队长即送葬者和毁掉负责的管制指挥官。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言，并没有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但他所属的部队的管制指挥官大部分会要求更换负责部队或者退役，甚至有人突然自杀，说是被亡人的声音之类的纠缠。反正相比其他部队确实是有危险的，所以准将给了雷娜拒绝的权利，让雷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精锐部队做管制指挥官是军人的荣耀，虽然军部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谈话结束之前，准将提醒他以后不用再报告死亡人数了，既然所有人都当无人机上没有人，那战死者自然应该也是不存在的。雷娜还想据理力争，被叔父轻飘飘地挡了回来。回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跟闺蜜吐槽了几句。阿涅塔也听说了指挥官自杀的事情，据说是用枪把自己的脑袋打飞了。他们研究员也接到过调查委托，一开始推测是知觉同步出故障了，但是因为人都死了，想调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能从送葬者那边入手。对方只发了封报告书过来，同样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过实际上被知觉同步左右情绪也并非不可能，因为要将大脑的一部分活性化，与毫无关系的人共享感知，能听觉同步已经是极限了。如果连视觉也同步，大脑会被烧坏的。所以管制指挥官这份工作也并非毫无风险。阿涅塔一直都想让雷娜退役来研究部，反正最多2年军团就不复存在了，不如早做打算。可惜雷娜她有自己的坚持和信仰，共和国最尊贵的大小姐竟然吃个蛋糕都这么兴奋，毕竟他们平时都只能吃到合成食物，货真价实的鸡蛋和牛奶，有钱也不一定能吃得到。结果在听阿涅塔讲自己和相亲对象的八卦时，雷娜还是不小心把泡芙给掉地上了。好好的泡芙就这么毁了，这个是86们见都没见过的。所以不能怪那些战士对雷娜恶语相向，有些东西没有经历过就表现出感同身受的痛苦，只会让人反感。雷娜最后一次指挥原来的部队作战，死了7位战士，她声音颤抖地跟那些战士们道歉，对面的战士却烦得不行，你那么难过，能不能直接来战场啊？雷娜无视男人的阴阳怪气，只说自己要调到另一支部队，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任。然而那位战士觉得他说了一句，替我向死神问好。另一边，传说中的先锋队居然一派祥和，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活到现在不知道见证了多少同伴的离去。他们是一群活在当下的人，不敢回头看过去，无法奢望求未来。只是没想到雷娜都能偶尔吃到的鸡蛋，在这里竟然是一盆一盆的往食堂拿，因为他们自己养了鸡。其中一个少年正在给强盛的管制指挥官画像打叉，第5任指挥官也宣布离任了，而被称为送葬人的星爷则静静坐在长椅上看笔记。现在有人喊吃饭了才起身，大家嘲笑着昨天战斗时指挥官的丑态，但是很快新的战斗又来了。战士们驾驶着机甲和敌方真正的无人机殊死搏斗，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一个没注意就有不知道被从哪儿冒出来的无人机击中。早上还一起吃饭的同伴正在通讯线头喃喃着我不想死啊。等敌人彻底离开战场，星爷拿着枪走到那个同伴的面前，给了他一个痛快。同伴他依然是别忘了约定。结束后，星爷从一台机甲上抠了块零件下来，晚上在上面刻下了同伴的名字。就在这时，先锋队所有人都收到了雷娜的通讯联络，当然只有作为队长的星爷愿意理他，而他的表情没有丝毫笑容。结束完通讯后，星爷去了维修部，维修部的大叔抱怨他又把机甲弄得一团糟，他们的各种零件都已经见底，补解却支持不来。星爷表示可以从死去的同伴久旧的机甲上拆零件下来，反正他这台机甲就叫送葬人，继承零件又何尝不是送葬的一种方式呢？星爷将刻了9条名字的牌子放进了盒子，里面已经攒了一盒子，全都是他亲眼见证过死亡的同伴。
他们给雷娜的画像是个穿着漂亮裙子的白猪。不否认这个新指挥官看起来是个正经人，但身为白银种，在巴六这些有色人种看来，他有原罪。毕竟当初巴六他们也是正常的国民，却因为一条法令瞬间沦为家畜一样的存在。第二天，先锋队的战士正在讨论着晚上不要开 party， 就突然收到了敌人来袭的预报。这次是组电扰乱型，雷达已经被干掉，大概2个小时后就会抵达这里。星爷立刻整队说明情况，他们称那些无人机为羊，现在的后方的群羊正在与最近的群羊汇合，大概率是补给，所以他们需要在前进的路线上设埋伏，直接在主干道接机。说完计划后，战士们就立刻出发，雷娜自然也要同知觉对他们进行指挥。虽然下命令的时候，星爷早就带着队伍把该做的做完了，无人机大军正浩浩荡荡的赶来，前排是斥候型部族一具，后面是近距离猎兵型和战车型，上面还飞了一群组电扰乱型干扰雷达。战士们一直在道路两边的废墟中等待时机，终于随着星爷的一声开火，埋伏在上方的机甲瞬间发射各种炮弹。星爷有条不紊地给各个小队下达指令，大家也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各小队配合得相当默契。敌方机甲正在不断的削减，突然星爷让所有人立刻散开，下秒上空就射下无数炮弹，这是长距离炮击型的轰炸。雷娜赶紧收回了观测器推测的位置，星爷让其中一个队员前往，又提醒雷娜为防暴露他们战士位置，作战时请只使用口头指挥，然后他继续确认敌军位置。雷娜表示明白，紧接着星爷单枪匹马冲了出去，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躲开了一枚炮弹，以神走位接近了前方几台炮机型，轻松将机体全部毁掉。机甲正在长剑划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哀鸣，下一秒就将前方机体的腿尽数斩断。星爷一个滑铲顺势转身，连开2炮崩飞2台机甲后，朝一旁的墙体射出绳索，3两下跃至上方，再从天而降，跳到机机上贴脸开炮，转瞬间10几台机甲就毁在他的手下。妮娜总算见识到了传说送葬人的实力。等夕阳落下的时候，他们也结束了这场战斗。叶修人很好奇，为什么前面说这场战斗2年后就会结束？军部的历史课解答了这一点。在9年前，他们共和国收到了隔壁奇亚帝国的宣战公告，紧接着帝国的无人机军团进攻就开始了。后来军团暴走，他们推测帝国可能4年前就已经被自家兵团给毁了，而那些无人机的寿命被设定5万小时，将近6年。也就是说，没了帝国，他们现在只剩2年的寿命，2年后就会完全停止活动。接着，教授吹起了他们共和国开发的破坏神，写作破坏神，读作破铜烂铁。雷娜听不下去，直接起身开口，讲起了他们共和国真正的历史。其实，在9年前，共和国正规军刚交战半个月，就在军团压倒性的武力面前几乎全灭。于是，政府下达了2个决策：第一，设立85个行政区作为全共和国民的避难所；第二，执行战时特别治安维持法。而这个特别治安维持法就是万恶之源。他要求剥夺和白系种不同的头发和眼睛不是银色人的市民权，不将他们看作人类，直接送往85个行政区外的强制收容所进行隔离，并对其进行监视。后来行政区的白人种称呼他们为86，而他们被迫从事着将85区和86区隔开城墙要塞铁幕的建造劳役。建造完后，又被迫驾驶破铜烂铁和真正的无人机战斗。破坏神上是有人类的，只因为白系种不把86当人，才会称其为无人机。说到这里，雷娜无比愤慨，每次战争的惨烈讲给那些无知蠢笨的新兵们听，结果其中一个还要反驳他们不是人类，只是进化失败的人形猪。还有人问雷娜，你说你每天都和他们并肩战斗，那你去过真正的战场吗？只因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同，一群人在围墙内部当少爷小姐，另一群人却要在外面殊死战斗守护他们。难道白种人就天生高贵吗？这份高贵自然不是天生的，而且是完完全全一场骗局。白系种中少有良心的人雷娜在新兵的课堂上揭开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黑暗真相，却被人质问：那你去过战场吗？其实他是去过一次的，但没有参加战斗。拼上性命战斗的只有被他们剥夺了市民权的86们。教授们已经开始慌了，可是碍于雷娜少佐的身份，又不敢强迫他下来。其实雷娜只是想能叫醒一个新兵是一个。86不是人形猪，上战场的甚至是与他们年龄相仿的10几岁的少年少女。在他们无忧无虑吃喝玩乐的时候，那些战士们却得和敌人殊死战斗。他诉说着，呼吁着，呼喊着。此时此刻，阳光倾洒进来雷娜的身上，镀了层光芒。新兵们不再嘲讽和发问，或许真的会有那么1-2个愿意把话听进去的呢。而阿涅塔听说后却很为他担心，怕他因为这件事受到处分。殊不知雷娜只是借着课堂告诉舒夫自己的想法。阿涅塔又问了雷娜关于那位传说中送葬人的事情，雷娜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们每晚都会通话，甚至会聊一些工作以外的私人话题。而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机器检测到雷娜的心率突然上升。晚上，先和莱登讨论了一下白金的战斗，都知道雷娜起码是在战斗中的指挥还是很专业的，虽然露出一副优等生的模样，很令人作呕就是了。不过到底能跟他们一起走多远呢？只是下面有队友喊西爷来几枪，西爷当即掏出手枪，嗖把瓶子全打倒了，甚至不需要站起来，这让其他人感觉非常挫败。结果雷娜突然发来通讯，气氛瞬间僵硬了起来。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不爽这位大小姐浪费他们开心玩闹的时间，只有星爷不得不应付。这次是雷娜发现星爷的报告书每次都一样，希望他以后能认真对待。星爷表示自己不擅长书面报告，旁边有人补充，毕竟收容所里可没有学校。结果一个女孩子不小心暴露了星爷并非不擅长，只是觉得麻烦。于是可怜的送葬人以后，除了应付雷娜以外，又多了一个写报告的任务。今天阳光开朗大男孩诱人带了头野猪回来，把猫猫都吓得炸毛。都市少年塞欧特和老好人戴亚都不想大理寺得恶趣味。有人记得今天是安琪做饭，环顾四周却没看到安琪的身影。暗恋安琪的戴亚告诉他，安琪今天负责洗衣服，其他女孩子也都去了，他们一大早就去了。现在都快中午了，衣服肯定已经洗完。有人和塞欧特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想法。现在的河边是他们男人的天国呀！没错，女孩子们肯定在玩水。戴亚赶忙阻止他们，塞欧特只能勉为其难地表示他是不会看安琪的。即便如此，他也不会加入他们，毕竟他们可是重要的伙伴呀。然而镜头一转，他还是出现在了偷窥的队伍中。女孩子们也果然是在玩水。这种女生群聚的话题自然少不了恋爱。大家都知道红发少女雷娜喜欢星爷，便各种调戏她。看他不肯承认，凯就表示如果没人喜欢的话，那他就下手了。不如今天晚上就进行东方传统的夜射吧。看到雷娜无与伦次的解释，其他女孩都忍不住直呼可爱。美少女们只穿着背心在河里玩水，岸边充满了欢声笑语。嘴上说不要的戴亚看的也最起劲儿，甚至不让塞欧特和诱人看。三人之间，戴亚不小心摔了出去，一抬头看到女孩子们全都冲自己举枪，赶紧举手投降。虽然后来枪换成了石头，可怜的戴亚还是挨了狂风骤雨般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安琪拿着皮带走了过来。等等，这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奖励吧？当然，另外两个人也没能幸免。不过这两人比较机智，三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到了克雷娜喜欢星爷上。克雷娜又被羞得不知所措，怪不得大家都喜欢逗她，这反应也太可爱了。三个男生也跟着哈哈笑，不笑还好，一笑立刻把女生的注意力拉了回来，问他们到底要问什么。戴尔特和友人同时看向戴亚，戴亚灵机了一动，问了最不该问的问题：夜这是啥呀？然后又挨了一波攻击，三人连滚带爬的逃走了。克雷娜更是笑得浑身止不住颤抖。然而到了晚上，气氛瞬间变了，克雷娜直接摘下耳机离开客厅。那边的雷娜不解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星爷随便找借口说有老鼠，戴亚追上去想安慰克雷娜，克雷娜却已经烦得不行。晚饭之后，明明是能够大家一起度过的宝贵时间，凭什么那个女人每晚都要占用？说不定他们明天就会有人死啊！戴亚只能是再忍忍。根据之前历史鬼官的尿性，大概用不了多久，这位公主大人就不会再打过来了。克雷娜一天都忍不了了，希望星爷能直接毁了雷娜。听到这话，戴亚有些生气，毕竟星爷也不是因为自己愿意才回到之前的指挥官的。克雷娜意识到自己太过激了，可她无法原谅白细种，她的爸爸妈妈被那些人当成靶子一样的射杀，在她眼中，白猪都是渣子。平复完心情后，克雷娜回到了客厅，星爷拍了拍她的身边，示意她坐这里。猫猫也从她腿上跳到了克雷娜怀里。其他人有一嘴没嘴的应付着雷娜。雷娜对这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听什么都觉得稀罕。聊了一段往事之后，大家开怀大笑。在说到强制收容区的环境时，雷娜忽然问了樱花一句：“樱花，你有怨恨我们吗？”正和有人打败的樱花思索了一下，表示喜欢的确喜欢不上，毕竟他们白细种不由分说把他们赶到了这里，还强迫他们上战场拼命，把他们像家畜一样的对待，怎么可能喜欢呢？但他也知道白细种都并不全是坏人，就像86也不都是好人一样，因为樱花在86中也算少有的人种，在收容所和之前的部队里遭遇过不少的事情，但他本人没有遇到过白细种里的好人，不过同伴中有遇到过的。说着看向了塞欧特。总之，樱花不会因为雷娜是白细种而怨恨他。雷娜听到这个回答很开心，还说要感谢那些人。塞欧特的表情就带着沉重和愤怒。接下来轮到樱花问雷娜问题了。雷娜和阿涅塔正在满是灰尘的图书馆里寻找地图。雷娜想为战士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很好奇先锋队为什么会得知军团来袭的时机，因为每次都非常及时的进入战斗准备，所以半个月以来零伤亡。就在这时，阿妮塔拽下了一份地图，正是雷娜需要的。一到晚上就迫不及待连接了通讯，刚准备聊正事，就听见这边传来的猫叫声。雷娜也是这时候才知道，他们居然在宿舍里养着猫。她一边听他们闲聊，一边做着自己的工作。直到樱花说也有问题想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我们的事情呢？雷娜思索了片刻，还是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她曾经在战场上被一位处理终端给救了。那个人对雷娜说，他们是在这个国家诞生并成长的共和国国民，为国而战是市民的义务也是荣耀，所以他们才会战斗。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当时的雷娜，让她觉得她必须回应那些为国而战的战士们。结果樱花听完这故事里唯一的感想是问雷娜，指挥官，你还是处女吧？雷娜大惊失色，樱花则意识到自己的表达不太对，赶紧解释说，她说的是那种以世界处处鲜花盛开的女孩子，或者说怀抱着不曾受挫完美理想之类的。总之她的意思是雷娜不是坏人，但也正因如此，她不适合这个职责，甚至不该与他们这些人牵扯，毕竟他们先锋队的人不像救雷娜那个人一样拥有崇高的信念。樱花这么说也是好心劝雷娜离开，
不然可能只有用不了多久，这位公主大人虚幻的理想就会破灭。然而雷娜并没有听劝，而在之后的指挥里更加卖力了，借助手边的地图给予战士们更加专业的命令，告诉樱花附近有个能隐匿的高台，射击范围会更广。樱花果然看到了高台，立刻转移了过去。那边和主攻队几乎完全处于相反的方向，很适合作为诱饵扰乱敌军，逐个进行击破。这个战术让大家难得称赞了他。琳娜当即表示之后会把地图传给他们，毕竟这些信息都是为了在战斗中活用而存在的。话音刚落，耳机里就传来战火声。就在这时，注意到樱花前进的方向有一个战车型，他有些不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战车型机甲？刚想明白，就瞬间慌了起来，立刻伸手阻拦屏幕中前进的樱花，同时大喊那边不能去。然而已经晚了，那里是湿地，樱花和他的机甲一起陷了进去，再也无法动弹。耳机里传来樱花的声音：“我不想死。”战斗结束后，雷娜又是用可怜巴巴的哭腔对战士们说着自责的话，自责自己没能早一点找到地图。其他人却没有心情应付他了。你难过啥呀？对你来说，1-2只86无论怎么死，你一回家就能抛到脑后，然后开心的享用晚餐吧。平常那种哄哄大小姐的过家家陪她玩玩也无所谓，但他们现在可是失去了一个队友，谁还愿意配合他的伪善呢？雷娜不敢置信地听着塞奥特发泄一般的咒骂话语，虚幻的理想碎掉了。最后一击是塞奥特歇斯底里的怒吼。更何况你连我们真正的名字一次都没有问过，不是吗？真正的善良和伪善究竟该如何区分？只因眼睛、头发的颜色不同，那些人就连人这一称号都被剥夺，被称为什么人形猪。而女主雷娜明知道是自己的种族造成86不幸的罪魁祸首，但是觉得自己跟种族的其他人不同，所以上赶这个86们交流，试图向他们彰显自己这种不同。殊不知，在塞奥特他们看来只觉得虚伪。现在一切窗户纸都被戳破，雷娜被骂得狗血淋头，却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等塞奥特骂得差不多了，莱登才开口，让雷娜把头目断开，毕竟战斗已经结束了，他们也没心情陪他演白皙人种和人形猪和和美美的戏码。樱花其实他应该觉得凯耶临死前那句我不想死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同伴们逝去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太常见了，大家只能活在当下。第二天宿舍区又热闹了起来，只有塞奥特迟迟过不去那个坎，女孩子就把他压在身下为所欲为，看得游人和大家羡慕无比。其实他们只是想帮他补扣子了。注意到塞奥特画板上的狐狸脸，大家知道他昨天那样是想起狐狸队长了，那是对塞奥特影响非常大的战士。安吉很羡慕塞奥特能遇到那样的人，毕竟他以前遇到的都是不好的。金椰子照常从凯耶的机甲上拆了一块零件。突然塞奥特问他，如果是狐狸队长的话，会对那个指挥官说些什么呢？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那个玩圣女游戏的白周也不会再同步过来了。但塞奥特心里清楚，他的狐狸队长绝不会说那样的话的。晚上谢准备继续刻凯耶的代号，没想到雷娜又同步了过来。其实断开同步之后，雷娜的心中无比后悔自责，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安妮塔，表示不理解，反正不可能跟那些86见面，管那么多干什么？雷娜却不那么认为，像她可以完整的喊出安妮塔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可她就从没有想着去用先锋队队员们的名字，说明她潜意识里没有把他们当成人类对待，甚至被人点破才知道这一点。安妮塔依旧觉得无所谓，再一次劝雷娜干脆趁这个机会辞掉管制指挥官，来他们研究室享清闲算了。雷娜当然不可能辞掉这份职责。小时候，她的父亲曾带她去过战场，父亲告诉她，他们正在做一件比战争更加残忍的事情，应该尽快阻止这种事情。然而他们在那一次遇到了敌人，雷娜的父亲也死在了战场上。这时准将走了过来，两人聊起了雷娜的父亲。虽然雷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但她很庆幸能亲眼看到86的情况，知晓这个国家的现实。准将并不否认雷娜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人，不然不会冒着危险带女儿上战场了。然而他表现的再怎么正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和共和国的其他人一样，都只是在隔岸观火。不管怎样的高谈平等，终归是自说自话，被理想主义驱使着。他带着雷娜去战场，本就是愚蠢无知的举动。准将不希望雷娜也变成这样，让他先接手先锋队，原本是让他感受一下国家的现状，接着给他造成了困扰。准将也希望雷娜能辞职，雷娜不想，他就问他们共和国国旗所象征的是什么。雷娜回答了，是自由与平等，不爱与正义和高洁。准将因为雷娜贯彻了这些嘛，看看现实吧，共和国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理想正因为高到难以触碰，才被称作理想。明知无法触碰，却又不断的追求，何尝不是一种愚蠢和卑鄙呢？从军部回去的路上，雷娜脑海中不断回想了塞奥特的那些话，某种羞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转身就在大路上狂奔，一直跑到晚上，终于下定决心和星爷进行了知觉同步。雷娜最吸引人的一点，大概就是知错能改了。他话不多说，直接向星爷介绍了自己，然后问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一定会好好记下来。星爷觉得没有必要，塞奥特的话也不代表他们所有人的想法，让他不用太在意，毕竟现状不是他一个人导致的，也不可能由他一个人来挽回。而且不知道名字也是为了他们指挥官好，一直称呼冰冷的代号就会逐渐忘了对方是个人，这样对他们死了的时候心情也不会过于沉重。毕竟他们战士能在战场上活过1年的都是少数。雷娜觉得这样太卑鄙了，从前没意识到这一点的自己也很卑鄙，对他不想再卑鄙下去，坚持询问星爷他们的真实名字。最后星爷还是开口了，将所有代号对应的名字都告诉了雷娜，对雷娜的称呼也从冰冷的指挥官变成了米利杰少佐。星爷一边和雷
雷娜聊天，一边继续刻着凯耶的名字。因为86没有目的，在星爷最初进入的部队里面就和其他人约好了，要把失去队友的名字刻在机体的碎片上，再由活下去的人保管，活到最后的人会把全员带去他所抵达的终点。直到现在，这个使命还有星爷肩负。5年，他已经送走了561个同伴，这561个人，他每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听完星爷讲述自己的故事，雷娜更想和其他人道歉了。星爷就帮他连了线，雷娜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然后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的话，能将自己的真实名字告诉他。于是由塞奥特率先开口，这个代号笑面狐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就是他一开始被分到的战队的队长。狐狸和雷娜一样，也是白系种，他觉得只让86孤身战斗不太合理，就自己折返了最前线，后来还主动掩护其他人撤离牺牲了。因为遇见过这种实打实做出成绩的白系种，再看嘴上说的远比付出行动多得多的雷娜，塞奥特自然看不惯他。雷娜问凯耶上次说的好人是不是这位，塞奥特回答可不仅仅是队长一人，是所有用自己的方式拼死反抗过的人，反抗这个由同为白色人种的人创造的肮脏的世界。说完之后，莱奥特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是莱登，他也为他们之前认为雷娜是伪圣的圣女而道歉。其他人一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双方的关系总算进了一步。快结束的时候，雷娜才想起来送葬人没说自己的名字，然而一听到诺赞这个姓氏，他忍不住惊呼了一声，问星爷认不认识一个叫修雷诺赞的人，代号无头骑士。星爷的脑海中涌现出了无数景象，然后告诉雷娜那是自己的兄长，而修雷是雷娜的救命恩人。当初他和父亲在战场时遇到敌袭，就是修雷救下了他。看到他是白色系人种，也没有把他丢下，还将珍贵的巧克力给他吃。雷娜已经听父亲说过，他们对86做了很过分的事，不解地问修雷为什么要救自己。修雷回答，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的市民，为保护国家而战是义务也是荣耀，还不会和光说不做的渣子们一样，所以要去战斗，要去誓死的守护。这番话在雷娜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种子。之后修雷将雷娜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还告诉了他自己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弟弟，他希望有一天能活着回去看弟弟。讲到这里，雷娜问星爷他的兄长怎么样了，这么想怎么也不能活到现在呀。果不其然，星爷告诉他，兄长5年前就死在了这东部战线，但是这5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兄长，而且并不是在找遗体。和先锋队和好如初的雷娜又恢复了从前开开心心的模样。虽然前2天没吃下布丁，但今天的草莓蛋糕吃得也很开心。安妮塔问他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选晚礼服，毕竟马上就革命季了。雷娜不想去，让安妮塔找个男士陪她一起，因为她最近忙着和先锋队培养感情，准确的来说是个星爷。带个星爷单独同步联络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连白天都会唠嗑。雷娜一边吐槽自己不想参加派对，一边上楼，结果一边不小心碰到一个小情侣在打波，脸瞬间红了起来，赶紧往另一个方向跑。就在这时，星爷突然收到提醒，让他进入战斗准备。可雷娜没有收到任何警报，星爷却笃定道军团要来了。可他指挥室的雷娜忍不住问星爷是怎么知道的，而星爷却让他切断直觉同步连接，说这次有很多黑羊和他同步会很危险。雷娜自然不肯切断，他也需要实时了解战场情况。于是星爷直接深入敌方腹地，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悲鸣涌进雷娜的脑海中，有人在喊母亲，有人在说救我，清晰口能话语汇聚成了嘈杂的噪音，而大脑在试图分析辩解的同时，不得不将那些悲鸣全盘接纳。雷娜头痛欲裂，根本无法继续指挥。而那边切断连接之前，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凯耶的我不想死。那之后雷娜产生了 PTSD， 只要有想直觉同步的想法，脑海中就会出现那些悲鸣，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另一边星爷对这样的情况早有预料，他们要一边战斗一边受到悲鸣的干扰，还要加上雷娜痛苦的尖叫，一心三用只会让自己更加危险。所以星爷切断了连接，他们也同样听到了凯耶的声音。毕竟当初凯耶身陷湿地，他们没办法将人和机体带回去，没想到还是被带走了。耳边凯的呐喊让他们的恨意到达了顶峰，虽然最后大获全胜，大吉的机体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他们以为雷娜听过那样的声音肯定不会再同步过来了，没想到莱登刚说完，雷娜就同步了。他问星爷那个声音究竟是什么，星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了自己的一次濒死经历，或者说那时的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听到了和自己一样明明死了却没能消失的亡灵的声音。这支军团一直是伴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了存在意义的亡国的军队。星爷之所以能够提前预测敌人来袭，就是因为他能听到那种的声音。今天为止，共和国就近的军团他全都掌握了。星爷问雷娜，共和国不是预测2年后军团就会停止行动？共和国的政府的确是这么对国民宣称的，但星爷告诉他那是错误的，因为战场上到处都是取之不尽的燃料。人类的大脑被带走的凯耶现在大概也在某处，既非保留着曾经人类的意识，又无法进行意识的交流，只是被复制了死亡瞬间思考存在的残渣，这就是被他们称之为黑羊的东西。星爷笃定地告诉雷娜，你们会输，军团2年后并不会停止，但是86会灭绝，毕竟现在86们几乎只剩下了小孩，到时候86死光了，谁来继续为他们白系种送死呢？到时候该他们自己死喽。而且现在的军团已经有了智力，他们知道战死的头部大多已经损伤，尽管如此，黑羊也获得了比寻常军团更高的处理能力。那么如果他们得到了没有损伤的大脑呢？本来这个被动接受命令的军团出现了统领，引领亡灵们的指挥官，星爷将他们称其为牧羊人。有了牧羊人指挥的军队，棘手程度与没有指挥的军队天差地别。没错，连牧羊人的声音星爷都听得到。而在这第一战区的深处就有一只。雷娜天真的表示，那我们在那之前把军团全灭不就行了？星爷没有回答，这种事情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功的呀，更何况那只牧羊人可是他的哥哥。
只因为不是白毛，这群少年少女就沦为了战争机器，但大家即便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也会努力过好当下。他们先锋队刚组建的时候有这么多同伴呢，大家还一起在樱花树下赏花，开着大亚和安琪的玩笑，又聊起管制指挥官里有一位大小姐，他们就凭借刻板印象给那位大小姐画了幅肖像画，毕竟是被圈养在铁幕之内的白猪，说不定还是那种心怀慈悲想拯救他们可怜的86的女神大人。这些人这时候不会知道，那位大小姐在之后真的成为了他们的管制指挥官，他们不需要思考未来，因为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未来。这时天边划过了流星，刚刚还在跟星爷打招呼的众人纷纷跑了过去。一转眼过去了4个月，当初有小20人的先锋队现在已经少了1半多。很快队友的声音打断了星爷的沉思，紧接着雷娜也加入了讨论。这是上次他听到亡灵的声音后第一场战斗，其他人都表示太痛苦的话可以放弃指挥，雷娜自然不会放弃，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念。这一场战斗是在原野上，没有树木之外的掩体，偏偏对面有长距离炮击型无人机，一通轰炸之后，到处都是遮掩视线的尘烟，而且敌人还学聪明了，知道他们针对他们的前进路线进行了埋伏，先是轮番轰击适合躲藏的地点，再用战车型解决暴露的目标。先锋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女队员鬼火被炮弹击中摔落山崖，机械的门也被撞开了，但是其他人的距离太远，无法立刻前去支援。离得最近的戴亚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结果他自己也被炸飞，紧接着就有更多的小机器人直冲他而去。燃烧的小机器人紧紧地扒住戴亚的机甲，只觉同步里传来安琪焦急的声音，和前方的小机器人对视的戴亚以情不自禁喊了安琪的名字。下一秒，小机器人连同戴亚和机甲一起爆炸，不远处的军团也逼近了鬼火。鬼火的机体打开着，他知道自己没救了，但还是掏出手枪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顷刻之间，先锋队就失去了2位同伴。等到战斗结束后，星爷请求雷娜断开联系，因为他要做一件残忍却必要的事情，他不能让戴亚成为军团。然而雷娜却并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作为管制指挥官的他有责任与自己的战士一同担起这些罪恶。于是星爷对准戴亚直接开枪，下一秒却听到了什么声音一样望向了远方。他听到了哥哥喊自己的名字，哥哥在责怪他。哥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错，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死以及他之后的死，这些全都是他的罪孽。曾经那个对他哪怕白戏中都很温柔的青年，如今歇斯底里的嘶吼着，恨不得手刃自己的亲弟弟。另一边，雷娜又去了闺蜜那里，闺蜜照例拿出了小蛋糕犒劳她，而且今天还是雷娜的生日，阿妮塔特地准备了生日礼物。雷娜对这些已经提不起兴趣了，这次来是想问作为研究员的阿妮塔一些问题，如果因为使用直觉同步造成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影响，需要怎么做？阿妮塔无情地表示，如果是86的话，直接把脑袋掀开来个彻底检查就行，如果是管制指挥官，那就立即送医检查，然后调去别的部门。得到答案的雷娜连蛋糕都没吃，就匆匆地离开。她向准将汇报了这场战斗的结果，目的是为了申请能与长距离炮击型射程相当的迎击炮，如果那个时候能开炮迎击，或许戴亚和鬼火也就不会死了。结果准将表示，迎击炮离前线太近，对他们共和国军队来说太危险，说什么也不肯同意雷娜的申请，反正86是能替代的，而他们共和国的军人不能。他还教育雷娜不要再袒护86了，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就行。除此之外，他们还确认军团正在第一战区附近建设新的据点，希望雷娜命令战队全机前往目标据点将其歼灭。雷娜被准将的无情震惊到了，先锋队现在就剩这么点人，上面不仅不给他们人员和资源补给，还让他们马不停蹄开展下一场战斗，这不摆明了让他们去送死吗？偏偏雷娜无法拒绝上面下达的任务。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星爷，星爷对那个据点也早有察觉，还知道那其实是军团设下的陷阱，但放着不管，以后会更危险，不如一鼓作气将其摧毁。雷娜有些愧疚，没能帮他们争取到迎击炮。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位指挥官的成见没之前那么深了，所以并没有对雷娜的失败冷嘲热讽。星爷还特地延迟断开连接，和雷娜多聊了一会儿，安慰她。不过先锋队一下子少了2个队员，接下来的战斗中，每个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星爷更是直接007，毕竟他随时都能听见亡灵的声音。
雷娜向大家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快申请人员补充。第二天直接去找了准将，这一次都不惜走后门，不叫准将叫叔叔了。准将们告诉他，东部战线的补给计划以及处理中断的补给都已经决定好了，雷内的请求自己也会帮忙转达。雷娜这才放下心来，作为回报，他答应了叔叔的要求，好好的作为米利结家的千金参加革命祭。祭礼当天，为了防止别人来搭话，雷娜特地穿了一身黑。没想到宴会中途，星爷突然连接了过来。原来之前那个雷娜都是这个点跟他们唠嗑的，今天没唠还有点不习惯。星爷就问问咋回事，然后感谢雷娜送去的烟花，那可是雷娜贿赂安检士兵送到前线去的。他希望先锋队的战士们也能一起享受革命祭，甚至想直接跑去第一战区和大家一起看烟花。星爷还告诉雷娜，安琪刚刚第一次哭出来了，他总是习惯自己一个人承担。戴亚死后将所有悲伤憋闷在心里，表现出一副正常的模样。多亏了雷娜送来的烟花，总算让安琪的感情有了一个倾泻口。不远处的烟花绽放得越来越灿烂。星爷突然问了雷娜一句，少校可否不要忘记我们？雷娜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后保证在那之前自己绝不会再让他们死去，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死去。星爷他们收到战备物资的时候，还多了一箱不知道什么东西。运送的士兵对他们嫌弃的破口大骂，让他们好好感谢他们的主人。星爷打开一看，发现是一箱烟花。本就暗恋星爷的可雷娜越看雷娜越觉得不顺眼。其实他们先锋队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过雷娜，因为要是说了，雷娜很可能之后就不会再联络过来。可雷娜觉得说不定那样对双方更好。安琪自然看透了可雷娜的小心思，但那件事说出来只会伤害到雷娜，大家都不想伤害这个善良的指挥官。安琪一边说一边撩了下头发，隐隐约约露出背上的一些痕迹。以前安琪很介意让别人看见那个痕迹，所以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子一起洗澡。不过现在女生只剩下他俩了，也就无所谓了。安琪还记得大雅第一次见自己的时候，就夸她的头发很漂亮，明知道她是有意遮掩才留的长发，就问她是不是因为头发很漂亮所以才留这么长。现在戴雅已经不在了，安琪继续在意下去也没有意义。而可雷娜第一次对星爷心动，大概是亲眼目睹了他了结同伴的模样。他知道就算是死，这个人也能带他们离开这里。可那样的话，星爷该怎么办呢？星爷的心灵又能交给谁呢？拿到物资休整之后，星爷他们就出发去镇压军团据点了。星爷一再提醒同伴们，据点只是诱饵，要时刻注意周围伏兵的动静。这是一场无比激烈的战斗，他们还遭遇了迄今为止从遇到过的超长距离炮击型的轰击。雷娜下令直接撤退，他们好不容易在摆脱追击，找到了能休息的要塞。雷娜在那边慌慌张张地说，今天一定要进行人员补充。明明准将也说人员补充的计划已经决定好了，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得说出来了。星爷告诉雷娜，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补充是不会来的，他们都会死，因为这个部队就是86的雏形厂。准将说的补充其实是在他们死后的先锋队继任者，之前送来的全新破坏神就是给他们用的。白希种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86放出86区，退伍前的5年，把只要战斗就能获得自由作为诱饵进行征兵，然后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在多场战斗中存活下来的老兵，在其他86眼中简直是英雄一般的存在，再加上脑子好使，很容易就能掀起叛乱。共和国是不会让他们成为叛乱的火种的，就让他们辗转各个战况激烈的战场，如果还没死成，就送到先锋队，让所有战队成员战斗至全灭。等他们全灭后，又会有一批新的86被送过来继续接受处刑。雷娜又震惊又气愤，这不是明晃晃的屠杀吗？事到如今，他居然还对他的国家抱有期待，只能说确实天真。而大家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想向共和国复仇也不难，直接放弃战斗，让军团直接碾压过去就行了。只是即便是无恶不作的共和国，也有令他们牵挂的普通民众。莱登在19岁之前被第9区的一个婆婆藏匿保护着，养大些的是一位拒绝搬离强制收容所的神父，还有塞欧特的狐狸队长。就算是白系中里，绝大部分都是人渣，其中也有他们觉得不必去死的人，所以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是因为被人渣以人渣的行为对待就以牙还牙，那和人渣有什么区别？还不如不断战斗，至死方休，顽强的活下去。这是他们战斗的理由，也是荣耀。虽然从结果来看还是保护了那群白猪，但也无所谓了。不知不觉黎明将近，大家也都坦然地准备好面对他们的结局了。
这个国家的政府竟然如此对待他们的战士，恨不得他们全都死在战场上。太厉害的没战死的，就安排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给人员补给，也不给物资，就让人去送死。可先锋队明知道这一点，却无可奈何。雷纳也在资料中确认了这个真相。他找到阿涅塔，说想阻止他们，却被阿涅塔嘲笑天真。你要怎么阻止呢？是谈判，还是把这件事公开？放弃吧，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阿涅塔一边吃小饼干，一边嘟嘟囔囔。这副漫不经心的态度惹怒了雷纳，让他不要再用不作为的借口假作恶人了。阿涅塔也被这的话激怒，走到床边，指着对面的房子告诉雷纳，那里原本住着他父亲的共同研究者一家，两家也有些交情。但是战争开始后，他们一家人作为86就被驱逐了。阿涅塔和那家的小儿子本是青梅竹马，结果一回审，学校里面已经没有86，他也因为和86做朋友而被霸凌。那个小儿子还什么都不知道，像往常一样来找阿涅塔玩，却把阿涅塔撒气怒骂，你这个肮脏的有色人种。虽然骂完他就后悔了，儿子的父亲在犹豫是否要冒着风险将这让人庇护下来的时候，阿涅塔反对了，他不想因为这种孩子而冒风险。第二天那家人就被带去了强制收容所，阿涅塔只能不断的强调你什么都做不了来安慰自己，可雷纳却一次又一次的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你是可以做些什么的。这只会让阿涅塔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罪恶感被翻出来。他恨恨地看向雷纳，虽然你的心智就像一位圣女，但你也和我是同罪呀。雷纳无话可说。阿涅塔又带他去了父亲曾经的研究室，这里也是知觉同步装置的起源之地。起因是对面那两家的兄弟拥有和母亲心灵相通的能力，阿涅塔的父亲产生了兴趣，就让他们带上各种仪器猜测创立后的母亲在想什么。后来这种可以替代无线通信的新方法被军方得知，命令阿涅塔的父亲不管付出多少牺牲都要将其实用化，最后的成品就是知觉同步装置，是雷纳每天和星爷网恋用的东西。这东西背后究竟沾染了多少86的鲜血？而且实验品全都是孩子。阿涅塔的父亲无法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自杀了。临死前都在后悔没能救下朋友和他的家人，而弃男孩子于不顾的阿涅塔也应当同样背负罪孽。所以阿涅塔将父亲所做的杀孽连同整个研究所一起继承了下来。当然雷纳也是一样的，都怪他多管闲事，让他们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才会被下令赴死。因为雷纳那廉价的圣母心，现在一切都不得不被挑明。事已至此，阿涅塔终于对雷纳说出了心里话，我最讨厌你了，不要再让我看到你。雷纳失魂落魄的从阿涅塔家离开，脑海中回荡的是自己那些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最终怒气冲冲的去找了他的叔叔，请求他撤回对先锋队下达的任务。没想到叔叔竟然说出了86理应被消灭这种话。一个种族想要除他们以外的所有种族绝种，甚至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唯一的原因是战争结束后，如果86们还活着，那他们对86犯下的罪行就会被公之于众，共和国也将颜面尽失，遗臭万年。因为86全军覆没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未存在过，共和国也就从未犯下过任何罪行。雷纳还想继续争取，但是在这样的国家谈论自由和平等简直就是笑话。他怀抱着虚无缥缈的理想，溺死是他的自由，不过没那个能力就别妄想改变这个世界。最终雷纳还是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无法接受先锋队的战士们却无比坦然，他们并不是去赴死，而是终于抵达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们终于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了。雷纳又想劝星爷放下执念，不要再战斗了，也不要再去找他的哥哥。可惜执念之所以成为执念，就是因为放不下。修雷已经成为了牧羊人，不把他消灭，先锋队哪儿都去不了。星爷让雷纳不要再连线过来了，不希望他听见自己哥哥最后的声音。最后星爷告诉雷纳，东国境线之后就听不到军团的声音了，如果有人活下来，或许还能等到援军。牧羊人被击杀后，军团也会陷入短暂的混乱，他们会争取一些时间，希望雷纳能活到那个时候。说完就掐断了连线。星爷他们也在为出发而做准备，粮食、弹药、燃料和维修零件都已经备好，大家却将这个最终任务说成是旅行，对这个生活了4个月的宿舍进行了告别。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时，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曾经几乎满座的餐厅现在就只剩了他们5个人。吃饱喝足后走出宿舍，外面已经是雨过天晴，机甲被雨水冲洗过，也显得闪闪发光，上面有维修大叔给他们放的小零食。先锋队出发。星爷脖子上的伤痕是小时候被哥哥亲手掐的，那时候父母接连战死，无法接受这些变故的修雷将全部的愤怒和恶意发泄在了星爷身上。事后等他自己上了战场，又后悔无比，所以在变成牧羊人后，他决定亲自把弟弟接回来，让弟弟也舍弃那副脆弱的人类之躯，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保护他了。作为牧羊人的修雷可以号令附近的所有军团，而星爷看到他们面前乌泱泱一大片也并不惊讶，因为星爷早有预感。就在这时，他们同时
听到了修雷的声音，在歇斯底里地呼唤着星爷的名字。星爷便如他所愿前去赴约，让其他伙伴前往森林深处去。这一次他必须亲手打败哥哥，不然他是无法继续前进的。修雷让军团都去追其他人，毕竟他们兄弟之间容不得人插足，人数和火力的差距让莱登他们几人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雷娜竟然连线过来了，而且一来就为他们带来了迎击炮，甚至不惜冒着失明的危险与莱登共享视觉。反正不管是擅自使用迎击炮，还是违反命令或者失明，他都不会死。但是没有迎击炮的莱登他们可就不一样了。雷娜现在明白了，面对不讲道理的共和国，他也没必要遵守规则，我管你让不让，我就用了。有了迎击炮压制敌军增援，莱登他们的压力也大大减小了。星爷则依旧在与哥哥厮杀，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他驾驶着破坏神急速冲向牧羊人，在林子里7绕8绕，突然冲出来，挥刀划过去，紧接着射出一炮。没想到牧羊人突然变成了液体，不仅拦住了炮弹，还化为几条触手捆住星爷，把他扔了出去。星爷倒地不起，其他人注意到后都担心的不行。雷娜就让可雷娜尽可能的将敌机的位置传过去，而修雷的2只手已经朝星爷伸了过去，打算想帮他把人类的肉体舍弃掉。结果莱登几个全都冲上来，不由分说直接开炮。修雷大怒，你们连星爷都不放过吗？于是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星爷的机甲，紧接着几发哑弹射到了他的身上。星爷也隐隐约约听到了同伴们和雷娜的声音，可就在他想睁开眼睛的时候，修雷再一次掐住了他的脖子，依旧说全都是他的错。他本来想放弃抵抗的，但是耳边传来了雷娜的吼声：兄长没有原谅你，所以才更需要到位哥哥，不是吗？星爷突然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成功反抗了哥哥，操控着机甲再一次冲了上去，终于在修雷的手触碰到他之前开炮了，永别了哥哥。最后修雷如愿以偿的摸到了弟弟，也达成了最后的夙愿。至此，哥哥的脸在星爷脑海中再也不是糊成一片的模样。星爷听着哥哥温柔的声音，在火光中泣不成声，但在那之后他也可以重新启程了。而雷娜这次是找了阿涅塔帮忙，尽管阿涅塔说了再也不想看见他，可他还是找上了门，毫不客气的让他帮自己入侵迎击炮管制系统，以及完成直觉同步的设置。一开始阿涅塔自然是不肯帮忙的，然而雷娜说出了他童年玩伴的名字星爷。没错，先锋队的送葬人就是阿涅塔的竹马。阿涅塔已经抛弃了星爷2次，不能再抛弃他第3次了，所以他帮了雷娜。等阿涅塔离开后，先锋队又连线了过来。此时星爷已经平静了许多，大家纷纷感谢了雷娜。不过他们也不会改变最初的计划，还是要继续前进啊。当然现在是他们主动前进。雷娜听了他们的对话，怎么都插不进去，想要挽留，却知道自己留不住他们。他急匆匆地跑去，想要尽量延长这段最后的通话，听他们聊着在那边的所见所闻，直到他们已经来到了共和国观测范围的极限，终于能看到86区之外的世界了。雷娜泣不成声，连告别的话都没能说出口。最后星爷一句我们先走一步了，彻底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连接。雷娜满含不甘的哭喊出声，却无法阻挡先锋队员们继续前进的脚步，他们要奔赴自由。这是一群被放逐的少年少女，他们行走在荒无人烟的战场上，向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进，仿佛这世界只剩下了他们5个人。除了那些安适栖息的小动物，唯一能与他们相伴的就是冰冷的战斗机器军团了。因为携带的物资和替换的零件是有限的，这一路星爷他们都尽量避免战斗。即便如此，半个多月过去，他们的破坏神也已经伤痕累累了，想要继续前进，需要趟过这条河。不过星爷竟然表示可以暂时停下脚步，反正他们的旅程也不赶时间，大家就在河边的草坪上休息，顺便把衣服洗洗晾晾。莱德和星爷还一起去钓鱼，星爷也难得露出了爽朗的笑容。迄今为止，他已经送走了576个同伴，包括这的哥哥。而哥哥的名字已经被他留下，放在了小机器人菲多那里。事已至此，大家也没什么留恋的了，就是看那些物资能支撑他们走到哪里，而那个终点也将会是他们5人连同死去所有同伴们的终点。洗完衣服后，2个女孩子还想再洗个热水澡。小机器人激动地表示可以在自己的机箱里洗，却被星爷无情的拒绝，因为这个机箱太大，他们也没那么多燃料可以烧开那么多水。听得一旁的赛欧特一愣一愣的，他们的送葬人已经强悍到能和不会说话的机器人交流了吗？丹奇实在太想洗澡了，刚好他们也差不多到旧帝国的领域了。几个人想着就去了废弃的城镇里，想看看这个被自己制作出来的兵器摧毁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里也是星爷父母出生的国家。就在这时，星爷和莱登路过了一条隧道，星爷下意识的想往里走，却被莱登及时拉住。隧道里有个军团，星爷只是下意识的想进去看看罢了。既然莱登不让，那就不看了。刚好不远处，克雷娜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两个人就过去与他们会合。大家在城镇找到了可用的燃料。到了晚上，安琪和克雷娜迫不及待洗了个热水澡。克雷娜还想让星爷他们一起进来洗，被安琪调笑，怪不得一直被当成小孩子。燃料是菲多找到的，星爷就夸奖他们小机器人，把菲多高兴坏了，他自己也开怀大笑。可是莱登却看出来，那并不是他发自内心的笑。晚上，大家看着星爷的睡颜，颇有些感慨。他们能感觉到这段时间，星爷似乎放松了许多，毕竟一直追寻的目标也达成了。最近还会跟着大家一起说笑，而且在最后关头还找到了能依靠的人。他一直在为同伴送葬，记得每一个同伴的名字和生前的经历，或许也会想，等他死后，谁会记得他呢？好在雷娜给了他承诺，这样星爷也能放心的奔赴自己的终点了。但是莱登很担心这样的星爷，他总觉得这家伙好像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不出他所料，第二天大家起床就发现星爷不见了，几个人连忙四处搜寻，发现破坏神还在，星爷只拿走了手枪和步枪，人肯定没走远。莱登忽然想起了昨天星爷想进的隧道，穿过隧道是一个废弃的建筑，看起来像是个动物园。他们真的在那里找到了星爷，对方却径直朝一个军团走去。莱登立刻揣着枪挡在他面前，质问他在做什么。星爷安慰莱登不用担心，这家伙已经动不了了。他之前就知道这个军团在一点点的靠近他们，看他没什么敌意就暂时放着没管，直到昨天感觉到他在呼唤他，向他传达着我想回家这一信息，所以星爷来为他送葬了。少年举起手枪伸进了机甲内部，你已经可以回家了。话音落下，枪声响起，这个不知名的86彻底从军团的躯壳中解脱了。接着星爷问莱登，如果除了共和国以外还有其他势力尚存呢？毕竟如果他们的精力放在童话中，结局往往都会抵达世外桃源。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更大的可能是在那之前就会变成和这个军团一样的存在，期冀着有一天能有一个人来了结自己。没想到菲多竟然表示示意他们赶紧走，不要喋喋不休，要勇往直前呢。菲多是一个有录像功能的小机器人，他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星爷的时候，对方还是个小孩子，正在从死去的同伴机甲上切零件下来。一回头看见了菲多，同样失去了所有同伴的菲多脸上一点晶莹的光顺着划痕往下，就像是机器人的眼泪一样。星爷无师自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从那之后就带着他辗转各个部队，而菲多一直记录着星爷的成长，记录他越来越高大的身躯和被越来越多死去的同伴交付的信任。后来他们被编入了先锋队，星爷只是扔了个零件，就把负责排斥的白系种军官吓得瘫倒在地，引得其他人一众欢呼。菲多的任务也从记录大家变成了记录先锋队的所有人，他甚至见证了克雷娜对星爷春心萌动的过程。大家也没把他当机器人一样看待，而是同伴，真正的同伴。还纠结起菲多的性别来了，这小机器人竟然喜欢花朵。不过凯耶觉得爱花无关男女，而他最喜欢的是樱花。还有安琪和黛亚这对苦命鸳鸯，渴望为安琪带来新命运改变的黛亚，如今却已经和他阴阳两隔。最终的画面定格在了星爷对他说谢谢的时候，下一秒菲多在火光中爆炸。星爷他们遭到了军团的袭击，从昏迷中苏醒的克雷娜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战斗结束后，虽然他们5人还都安然无恙，菲多却无法再前进了。星爷将那一箱子刻着名字的名牌留给了他，毕竟他们几个大概也走不远了。破坏神只剩下星爷的还能用，弹药和燃料几乎被烧光，食物也所剩无几。他们轮流驾驶破坏神前进，约定军团来临时就由正在驾驶的人战斗。第一个是克雷娜，但是半路他突然被星爷叫住，让他往下面的山洞里去。原来是感知到了军团的到来，等那队军团离开后，他们才继续前进。大家都明显能感觉到军团的出现越来越频繁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接近敌人的大本营了。很快他们又来到一座城镇，这里还有一所废弃的学校。克雷娜没上过学，兴奋地提议今晚在这里休息，其他人自然没什么意见。教室的黑板还没有擦干净，克雷娜不认识字，却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莱登他们已经落座，安琪就轻咳了2声，开始像老师那样点名。克雷娜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学生的感觉，还点了星爷的名字。星爷宠溺的笑着回应了他。虽然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些桌椅全拆了，毕竟这东西不用来学习的话，就是木材而已。这群人不仅拆桌椅，还把教科书撕了当引燃物，反正看不懂的东西也没有意义。晚上大家围着火堆吃饭，克雷娜将维修大叔给她的最后一颗糖吃了。第二天，莱登和星爷检查了剩下的物资，破坏神的燃料已经全部用光，油箱里剩的也只能再坚持1天。昨天来学校，今天就毕业，大家告别了学校，继续踏上旅途。今天由安琪来驾驶，
他们要翻越一座山，能走的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得到星爷的指示后，安琪继续前进。莱登和塞奥特都已经睡了过去。这时星爷表示该换人了，说他有些无聊，大家忍不住笑起来。当初在战场上拼命的他们，谁能想到会有一段这么悠闲的无聊的时光呢？不过安琪还是回到后面，把驾驶舱让给了星爷。万万没想到，星爷进入驾驶舱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连接，然后将旁边的山体击破，让碎石阻拦他们的去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军团的声音，这是一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部队，现在由他驾驶，自然得由他来战斗。大家这才明白过来，星爷为什么突然要求换班。他想一个人战斗，甚至把直觉同步的连接都给切断了。可是他的同伴们怎么可能抛弃他呢？他们立刻抄起家伙，准备绕路过去。此时星爷的状态不太好，他被超长距离炮击击中，同时又听到了一个牧羊人的声音：“我要杀了你，无论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妨碍公主大人的人，我都要杀掉。”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炮击，偏偏在这紧要关头，破坏神动不了了。接着军团正在包围过来，毫无疑问，目标是他的头颅。星爷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结果莱登他们在这时候赶来，但是仅凭几杆步枪怎么能拦得住呢？军团还是掀开了破坏神，铺天盖地的爆炸小机器人也朝莱登他们涌去。塞奥特的弹药被打光，刚准备补就被几个机器人近身炸飞倒了下去。莱登他们也没能支持多久，星爷已经没有力气举枪自杀了。他忍不住想，变成军团的自己到时候会呼唤谁的名字呢？另一边，雷娜也终于来到了先锋队的宿舍。虽然他想见的那些人早已离开，现在正在拍照的是新一批先锋队。维修大叔也从莱登那里他们听说过这位指挥官，主动提出可以带他看看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其实维修大叔也是白系种，他的妻子是86，在妻子跟女儿即将被带走的时候，他染了头发跟他们一起。可惜母女两人最后还是死在了战场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星爷告诉他，并没有见过喊他名字的军团，他的妻子跟女儿没有被囚禁在战场上，这样等他死了，说不定他们能在天堂团聚。所以每一批先锋队刚过来时，他都会告诉他自己是白系种，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是始终没有这么做的人。雷娜怀着尊敬的心情向维修大叔鞠了一躬，然后行走在宿舍的各处，试图寻找他们生活过的痕迹，或是与自己曾在知觉同步里感受到的事物相对应。最后来到了星爷的房间，还看到了他们说的那只猫。小猫像是知道这个漂亮姐姐在找什么东西，挠着抽屉示意她。雷娜拉开了抽屉，拿出了小猫最喜欢的小猪头逗它玩，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是大家特地给她留言，还有一张合照。看到那些留言，雷娜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星爷说，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了我们的终点，能为我们献一束花吗？而雷娜带走了那些留言和照片，也带走了那只小猫。她还会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直至此生命运终结。